那个驾驶员正副机长都睡着了的时候。睡着了。Halo teman-teman, saya Ariana, saya orang China, tapi dulu ambil jurusan bahasa Indonesia di Universitas atau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singkatannya adalah GDUFS. Dan pada tahun 2016 hingga 17, saya kuliah di Universitas Negeri Yogyakarta. UNY. Ya, jadi sekarang saya bekerja di kota Beijing dan kali ini secara khusus kunjungi Zhao sama Fiona di Provinsi Yunnan dan kami lagi rekam video di mobil lagi menuju ke stasiun kereta cepat. OK， OK， 那解释一下我们现在在车上，因为我们要去多水镇。哦，啥也听不懂。蛮有条理啊，你肯定是 J 人，我们两个都是 P 人。为什么选择学印尼 OK， 一开始就是我高考的时候没考好，就是能上广外，但是可能选不了那些比较热门的专业。就是咨询了在广外的师姐，第一志愿填的是阿拉伯语，然后觉得它很难又有挑战性，但是他就跟我推荐另外一个专业，就是印尼语，因为它不用重新学字母，然后发音也比较简单，又能直接拼。然后就是比较好学。我是14年读的大一，就是那会印尼和中国的关系就也不错，就是就业的话前景比较好。在你去印尼之前的对印尼的了解，印尼之前，它比较出名的肯定就是巴厘岛，旅游资源很丰富，自然风光很好，千岛之文化。当时的经济发展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好，就是会相对落后一点，以为会比较闷热和潮湿，但是去了以后发现相对干爽，但是很晒，会晒黑，还会担心就是安全，就是怕会乱。在外岛巴鲁古那边、巴布亚那边，就是之前可能有发生过恐袭这种事件，就是你去之前就知道了吗？这件事？老师会讲的。那去了之后呢？就到那里之后的第一感觉是很闷热，因为在广州的话就是很闷很潮湿，下飞机就是觉得很熟悉的感觉。去的时候我就感觉身上黏黏的，怎么是？基本上只要你有求于他们，都会非常耐心的跟你们解答。因为我们去的城市是日惹，就还是比较安全的。学校选择和那里合作，也是因为这也是原因之一。对，它的那个乡村的风格和国内是不一样的，它的房顶是那种橘红色的，就很漂亮，跟那个机场是一样的吗？很传统。对，那很有意思。如果我们再去印度尼西亚的话，你会推荐哪几个城市呢？日惹像我刚说的肯定要去，就排第一。客观上来讲，印尼的交通其实没有那么发达，那又是群岛，岛和岛之间的交通方式不是船就是飞机。印尼的那个核心文化是在爪哇地区，如果你们要去的话，建议肯定还是先走一下爪哇地区。外岛的话，我还是挺推荐那个多拉加，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它的那个丧葬文化是独特的，它的那个地方就是相当于比较远和偏的，因为它那个文化就是保存的还是比较好的。还有陨石葬、悬崖葬、洞穴葬、树葬，会不会有点恐怖？不会，就觉得会很奇妙，就是他们也不避讳谈论死亡。所以这种葬的方式是他们可以自己选的，应该是吧。我在网上就是查阅，到了那个节日的时候，会把他们的祖先的那些尸骸给重新挖出来，穿上衣服，然后和他们一起再过这个节日。他们也不会害怕。对腐烂吗？有骨架，可能有一些人呢还是会有类似腐尸的感觉，但是他们当地的一种文化，一种可能信仰之类的吧。原始信仰是吧？这样的话，就是死去的人就是不会忘记他。当你忘记他的时候，他才彻底的死了。对，还有婴儿，他那个很早夭折了，就把他包好，葬在那个树里面，回归自然。对，就是葬礼
还有婚礼的那些仪式也非常大。美纳多也挺好的，库纳肯国家公园，它潜水也特别好。我去的时候很幸运，就还看见了海龟，还有人会见到那个魔鬼鱼 Banta， 包括最近很火的 Bromo， 对，那个感觉在小红书上真的好火，就他们去印尼就只去那个地方。对，科莫多。你们印尼的巨蜥只有印尼才有的。然后它有一个专门的那个国家公园，可以看巨蜥，还有那个粉红沙滩。对，巴厘岛因为太火了，就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就像你说的商业化，因为它当地是印度教。它是印度教，它又不一样。印尼是多教，好像有6个宗教。对。你今天体验了我们中国一个小村落的开斋节，你之前是有参加过印尼的，那你觉得两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开斋节当天基本上都会去清真寺礼拜，女生也是可以去的，因为在这边的话，女生是可以去，但是不能去礼拜，而且必须得站在男生的后面。在印尼就是感觉这方面好像还挺平等的。对。我感觉这个也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的影响，就是男尊女卑，可能每个国家会有每个国家不同的特色。大家会一起前往，就是家中最年长的长辈所在的家里，就是相当于聚会。到了那里之后，大家就会贴面，或晚辈他会握着长者的手，就是贴额头或者贴脸，有点打招呼还是问好，表示尊敬的感觉。最年长的也可能会发言，就是大家会轮流上前去抱一下那个最年长的长辈，或者跪在他前面，跟他低语忏悔过去这一年的错误啊、罪恶啊之类的。这说到比较难过的地方就会哭，哭完了以后就是等完了收拾好情绪就到下一个了。男女老少都会哭诉一下，就这个对我来说还是很震撼的。好奇他们会对，我也就大家都能哭出来，那到底是说了些什么？肯定很动人。他们那边的自开斋到封斋前一直都在吃。在中国的话，还是严格的分成了2顿。还有不同，就是开斋和封斋吃的东西不一样。我们这边主要都是吃米线，那边的话感觉什么都吃，你想吃什么都行。你最喜欢的印尼菜是啥？比较喜欢那个馊豆腐，还很喜欢吃那个它的炒饭也很好吃。不用的，喜欢馊豆，我喜欢炒饭。其实我还很喜欢吃他们那个ayam geprek， 就是它的炸鸡。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印尼电视剧？香烟女孩，印尼语是 Gadis Kretek， 它那个是网飞出品。服化道很棒，画面制作精良。去一个国家，我特别喜欢看一下他们的电视剧怎么演，因为感觉好像很深入的了解这个地方。你已经接触过中国的穆斯林，然后你在印尼那边生活也接触过印尼的穆斯林，那你觉得他们有什么相同或不同的地方？穆斯林只是身份上的一个标签。印尼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你不会觉得很奇怪，甚至会想要去了解他们的文化到底是怎么样的。文化上啊，就是可能一些节庆的形式啊，这些有差异。因为在印尼，信仰伊斯兰教的是大多数人，但是在中国它可能只是很少对少数民族，所以这个就是国情不同，它最重要的就是相处下来。热爱和平，就是以诚待人，这些其实才是更应该关注的。感谢小玉接受我们的采访。对，然后感谢他推荐了我们就这些城市。我突然想起来，那个飞机它很晃，那个驾驶员正副机长都睡着了的时候，睡着了，然后就被监测到有异常。好的，那就这样，拜拜，拜拜，拜拜。